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绑定神级支付送葬系统，本系统可提供各个价位的送葬服务，力求为顾客打造最完美的神秘葬礼，一条龙精品服务。只要支付的价钱到位，可制定各个等级的葬礼牌面，令顾客拥有神秘而又可怕的过往。宿主每完成1单送葬服务，都会获得系统的额外奖励。支付1万元，你的葬礼之上会出现100名耳戴无线耳机的黑衣人，一辆黑色迈巴赫出现在葬礼现场，一位满目沧桑、身穿中山装的老人会朝着你的墓碑深深鞠躬，并献上1朵花束，庄严离开。支付10万元，葬礼当天阴雨连绵，一辆中式红旗车出现在葬礼现场，你的葬礼之上会出现3000撑伞黑衣人，3位身穿黑色中山装的老人，2位满含泪水的女人向你的墓碑致敬。支付1万亿元，你的葬礼将会以直播的形式宣告诸天，当前世界所有知名人物都会来到你的墓前，为你行跪拜之礼。天地站立，万物暗淡，九龙拉关。天地显现异象，诸天星辰皆化为你的墓碑，日月为你践行。九龙之官将你深藏在虚空亘古之中，众生为你膜拜传颂，万界帝尊为你送行，天下庙宇佛像为你诵吟悲经，诸天神明为你悲泣，万千世界的女性将为你痛哭流涕，无数至宝为你护体，化为陪葬品。喂，你好，请问这里是苏氏送葬公司吗？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较为嘶哑的老祖声音。由于苏氏送葬公司在庆阳县开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有些人知道苏氏送葬公司的存在。是的，我们这里是苏氏送葬公司，专业对接送葬服务。那就好，我想做一套送葬服务，但是我目前移动不太方便，你看你们能派人过来一下吗？好，没问题。您说一下地址，我这就亲自过去。黄河小区648号，是一座破旧的老宅。苏晨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踹着摩托就上路了。说是小区，其实就是一片老房区，大大的红色拆字刷在墙上，格外刺目。一位老者坐在院子里，满目疮痍，面色苍白无力，双手微微颤抖，头上一顶老式的军帽，经过多次缝补的痕迹，显得有些沉重和破旧。胸前一枚勋章在阳光的反射之下熠熠生辉。英雄迟暮，日落西山。您好，我是苏氏送葬公司的。我生前平淡低调，死后若是能够令人敬畏一番，貌似也算是不错。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送葬服务价目表，上面对应了各种价格的服务，专业为您打造一个神秘而又可怕的过往，童叟无欺，不二价。老先生，我给您推荐一款服务吧，这个10万的就不错。如果您能支付给我10万，您的葬礼之上会出现3000名撑伞黑衣人，一辆无牌红旗车开路，3位身穿黑色中山装的老人和2位满含泪水的女人向您的墓碑致敬，然后庄严离开。听着苏晨的推荐介绍，楚国忠干咳2声。楚国忠将价目表又递回到了苏晨的手中，摇头说道：抱歉，我付不起那么多钱。别急啊，老先生，我这还有一款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不应该啊，拆迁可是能够拥有很大一笔钱的，难道是我没给讲清楚？他不信任我。姓名：楚国忠，身份：退役老兵，所剩寿命19小时，个人资产300万，已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推荐服务99元。原来是这样，看来只能推给他99元的服务了。虽然价格低了一点，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这是我第1单生意。我真是没钱。老先生，如果您愿意支付给我99元，我会在您的葬礼之上身穿黑色西服，戴着黑色墨镜和耳机，无论任何天气撑起一把黑伞，默默观望人群。没办法，穷到绝路了，能成1单是1单了，要不然明天的饭钱还不知道在哪呢。老先生，只需要99元，让你拥有神秘而又可怕的过往。真的吗？绝对是真的。孩子，看你是个面善的好人，我相信你，100就不用找零了。老先生，您在这填写一下您的信息，还有葬礼举办的地点。老先生，祝您享受，服务愉快。恭喜宿主开启第1单送葬任务，服务项目99元，自动兑换成99点积分，积分可在积分商店中兑换任务所需用品。随后苏晨兑换了99积分套装1件套，自带神秘感的黑色西服，拥有肃杀气息的王者级别气质和眼神，漆黑如墨的黑色墨镜，黑色蓝牙耳机，一柄通体漆黑的飞伞。喂，楚国忠，听说你去医院了，这么大事情不跟我这个老班长说一声
哈哈，老班长放心吧，我这身体硬朗的很，就是些小毛病，休养2天就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友电话就打过来了，无一例外都是往日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这时目光还停留在手机上的他，看到了信息一栏，有不少新收到的短信，点开一看，楚国忠差点气得被晕过去。不孝子，不孝女。无论你想在世界上留下堪称传奇的故事，还是想要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令人怀疑你生前的大佬身份，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爸，我是家里的长子，往前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我顶着，而且哪家哪户不都是长子继承，拆迁款就应该给我。爸，我真是倒霉啊！当年我辍学之后，这么些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您也看到我多努力了。现在我没办法了，您可是我亲爸，您不能见死不救，给我300万的拆迁款，我一定能够东山再起。只要我一赚到钱，您放心，我第一时间还给您。只要3年，3年之后我还您10倍。我一出生，妈就难产死了，论家里最孝顺的就是我了。您好好想想，这几年您跑医院，跑上跑下的，不都是我在照顾您？大哥二哥那俩没良心的，什么时候来照看过您？您把拆迁款留给我，我给您养老送终。没有这批拆迁款之前，儿女们虽有打闹，可还算是和睦，对老人也算是孝顺。可这拆迁款就像催命符一样，一心盯着拆迁款，几日吵闹，甚至还打了几架。妈的，劳资才是这个家的长子，于情于理来说，这批拆迁款就该是我的，你们有啥资格跟我抢？哥，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房子本来就是爸的，拆迁款自然也是爸的，凭什么就给你？这些年咱们兄弟几个里面，就我混得最惨，这笔钱当然要先接济给我。大哥二哥，你俩吵吵什么？家里就我最小，还是个女娃，这钱就给我吧，反正你俩也总是不在家，爸这些年不都是我在照顾？够了，都给我闭嘴！哎呀，爸你在家也不吭声，我还以为你还没回来呢。爸，你怎么把我手机拉黑了？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连都被加入黑名单了。爸，您可是给我担心坏了，刚刚来家里没找到人，我连忙请了个假，满世界找你啊，公园都找遍了，累死我了。我不是你们爸，都给我滚出去！看你们给爸气的。一旁，楚国忠双眼血红，看着眼前的场景，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怒火攻心。随着一道鲜血从嘴角流出，他整个人一颤，当场气晕了过去。快打救护车！爸，你可不能死啊！拆迁款还没给我呢，我等着救命呢。楚国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气若游丝，命悬一线了，直接被医生们下达了病危通知书，随时都有可能断气。都怪你们，给爸气成这样。如果老头子真就这么没了，自己的债款可该怎么办？爸这就走了，拆迁款怎么办？给谁呀？病房中，躺在病床上的楚国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知觉，对于他而言，外界的一切好像开始变得虚幻，模糊了起来。接连不断的画面在脑海中浮现出：楚国忠年幼父母被小日子杀害，投身加入抗战的队伍之中。战争结束后，所有为国奋战的战友，包括他自己，都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和分配，前往帝都任职，无疑是一次事业发展的大好机会，前途无量。可失去母亲的俩义女，还需要自己抚养长大。他放弃了前往帝都的机会，而是留在县城中抚养3个孩子长大，一生无死。在抗战之中流过血、受过伤的人，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老兵，也值得我们致以敬意。我们集体为老英雄默哀。另一边，苏晨也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消息，第一个任务的送葬目标楚国忠去世了。他一脸凝重：楚老先生让我为你送行。爸，你一路走好，这个家和拆迁款就放心的交到我手上吧。凭什么？拆迁款写着你名字了，你说给你就给你。就是爸可没立下任何遗嘱，说是要把这笔钱给你，只要有我在，你们别想拿到1分钱。够了，也不看看什么地方，你们3个可是亲兄妹，在墓前这样做，难道就不怕你们父亲心寒吗？不成样子。这时，忽然有几辆车开进了墓园。哎，刚刚不是说不让开车进来吗？对呀，我也被拦在外面了，怎么这辆车就进来了？老先生，我们到了。这是国中的战友，应该是，看这穿着，跟国中临走的时候穿的军衣都是一样的。他胸前的勋章，我记得国中也有1枚。这些是我爸的战友，我还以为他们不会来了。看着步履蹒跚的老者，出于礼貌，楚安福连忙上前搀扶，不料老者一把将其推开。我楚老哥怎么会生出你们这些不孝儿女、不孝顺的东西？
老楚，你这怎么突然就走了？还骗我们说什么小病，自己倒是先走了。楚老哥，老楚不是个普通老兵吗？怎么还认识这几位？看样子这几位身份不低啊。就是，那勋章貌似都不简单。呵呵，都是一群老头，能有什么身份？那是谁啊？苏晨身穿黑色的西服，戴着黑色墨镜和蓝牙耳机，在公墓之中格外显眼，一股神秘的气质从他的身形之上散发而出。他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楚国中的墓碑。这人是楚家亲戚。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这人是楚家亲戚。有人认识吗？会不会是远亲？那么年轻的朋友，看那穿着，不是一般人啊。或许是路过吧。国中一生平凡，哪里能够认识到大人物？苏晨面色平静地站在那里，散发出来的气场就让所有人感到了一种别样的威势，淡淡的震慑力，生人勿近。这个人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难道爸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身家过亿的老总站在我面前，我也没这么紧张过啊。不应该啊，爸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要是认识大人物，又何必憋屈一生？也对，爸就是个普通老兵，以爸的身份可高攀不起这样的存在。能穿成这样，还有这么强横的气场，肯定是有大背景的。只见神秘人还在注视着葬礼，让众人大气不敢喘，汗毛炸立。一个亲戚心惊胆战地问道：你们说会不会国中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杨爱，这种打扮也就在电视上见过。我看他还戴着耳机，会不会是在给某个大领导汇报这里的葬礼情况？好家伙，你们看到他穿的西服了吗？看上去比我们老板那件80万的进口西服都要好啊！到底是什么来历？哎，天气预报明明说的是晴天，怎么好好的下雨了？好像要下一场大雨了，快避避雨吧！老天都为你哭泣啊，老楚！老班长心中的悔恨、亏欠以及想念战友的情感涌上心头，又怎是短短几句能够诉说的？三人坐在墓前，即便是雨点砸落，也不肯离去。这时，一把黑伞在三人上方撑起。你是？只见苏晨种散发出来的气势，让驰骋沙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三人面色凝重。这种散发出来的气势，绝非一般人能够拥有的。即便是戴着墨镜，也阻挡不住他那浑身散发出来的神秘气质，令人看不透，又有一种独到的威压所在。小兄弟，谢谢你啦！难不成老楚平时一直低调，是在暗中执行龙国最高机密？如果是机密，我又怎会不知？小兄弟，请问你跟老楚是什么关系？我是来给楚老先生送行的。既然是给楚国中来送行的，那也就是我刘洪轩的朋友。以后若是有事，尽管来找我。嘿嘿，装逼是装逼，可这名片不能不接。听这三人的对话，身份肯定不一般。哎，老楚走了，剩下来的战友就我们几个了。曾经多少辉煌，终究还是一捧土。等到了下面，我们兄弟几个再聚首，好好喝一杯。老兵不死，精神永存。说得好，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怀。老兵的意志将代代传承，精神永生不息。看着楚国中的墓碑，这个普通老兵此刻在他的眼中却犹如一块沉甸甸的信念意志，挥之不去。摘下蓝牙耳机，他朝着楚国中的墓碑鞠了一躬，随后在楚国中亲戚朋友的瞩目之下离开了平庄公墓。我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说国中没出息？这种场面我也就是在电视上见到过，一身黑衣还撑着把伞，绝对是个大人物。哎，看来楚国中的过往真是可怕，连这种存在都到场了，谁能想得到平日里老楚那么低调一个人？依我看，爸的过往肯定不像他跟我们说的那么简单。爸也真是的，明明也是认识大人物的，怎么就不知道给我们介绍认识认识？没错，如果能跟刚刚的那个黑衣人攀上关系就好了。这么大的人物，区300万在人家面前又算什么？动动手指头就有了，我们又何必在这争个你死我活？都怪爸。行了，现在说顶个屁用！一口一个老战友，到头来还不是什么好处都没给过我们。离开公墓之后的苏晨连忙掏出了之前刘鸿飞给自己的名片。装逼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卧槽，这种高端的质感足以跟极品的布料相比了，居然还能有意外收获，嘿嘿。另一边，
拆迁安置房中，大门啪的一声被推开，楚安福的身影率先冲入其中，紧随其后的楚安禄和楚安心也是气势冲冲，他们径直地冲进了楚国中的房间，奔向了同一个目标——楚国中的保险箱。够了，应该够放下300万了。大哥，你想干什么？独吞拆迁款？劳资是你们大哥，爸死了就该由我继承家业，所以这笔拆迁款也应该是我说了算。你俩也别怪大哥不讲人情，怎么说都是兄弟一场，我给你们每人分3万块，各自散了。你说什么？多少钱？就3万，别得寸进尺，给你3万已经算不错了。今天就让你看看谁的拳头硬。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就在刚刚，苏晨进行完了老兵的葬礼，耳边的系统声音也开始响起。丁，宿主成功完成首单送葬任务，任务完成程度完美，获得100倍增幅收益，首次获得完美评级，获得1次抽奖的机会。现在开始发放奖励，请宿主注意查收。嘿嘿，原本寒酸的银行卡也有见证4位数的一天，太不容易了。收到巨款的苏晨第一时间还清了店面的租金，刚发过去，女房东就立刻发过来一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表示十分震惊。哟，苏老板，您这是发财了呀？嘿嘿，大姐，这房租一块还你了，以后我苏晨绝不会再拖你的房租了。臭小子，看来是真赚到钱了呀，不请姐姐吃顿饭。小本生意，下次一定。好吧，那姐姐今晚请你吃豆腐吧。我对豆腐过敏。这个房东大姐家境优渥，据说是大龄剩女，明明身材超好，颜值也不低，性感又有魅力。但是不知道为何，她一直都没结婚，独自守着好几座房子，算是较为有实力的小富婆了。如果不是我意志坚定，怕是房租都要免了。当前还有1次抽奖机会，请在24小时之内进行抽奖，否则将会取消这抽奖机会。抽奖现在可以抽吗？当前抽奖机会1次。抽。丁，开始抽奖。丁，恭喜你抽取到奖励唢呐送葬。丁，开始传授唢呐的知识礼乐，请宿主集中精神。百鸟朝凤，海蜇岩凤见于城上，取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曲如此意，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之人方能配享此曲。不错不错。很快，苏晨的第2单生意随之来临。你好，这里是苏氏送葬公司，专业对接送葬服务。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套餐，想购买1套送葬服务。听声音不像是得了什么病的人。好，我们这里有各种价位的服务，不知道你准备购买哪一款呢？不是给我买的，你可以来第一医院吗？我在这等你。当然，您稍等。又是一单生意，我不可能轻易放走的。问清楚他的具体位置之后，苏晨简单收拾了一下，踹上了摩托车，向着县城的第一医院开去。某个病房之内，咳嗽声不断传来，一名面色憔悴的中年女人躺在病床之上，右手连忙伸出，用床边的布块捂住了嘴，强行止住了继续咳嗽的冲动，顺手自然地擦拭着她嘴角的嫣红血迹。小年，校长没事的，你怎么哭了呢？唐校长，我害怕。没事，校长没事。唐英，18年前，他被分配到了偏远山村当支教，环境贫困艰苦，这么一咬牙就是整整18年。这些年里，他走的最多的是崎岖山路，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教好深山里的孩子，唯独在自己的事情之上，一直都是稀里糊涂的。早在几年前，被医生告知得了胃癌，需要好好治疗和保养，可他却是没当回事。当时为了第一批的孩子能够顺利考上学校，见识山外头的世界，他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去为孩子们准备资金和考试资格。年少时，我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女孩，可真不忍心山上的孩子。回想起碌碌一生，打造一个神秘而又可怕的过往，说实话，我有点心动了。你好，我是苏氏送葬公司的苏晨。挺快的。这是我们送葬服务的价目表，还请您过目一下。不知您在网上看中的是哪一款服务？我们不同的服务对应着不同的价格，童叟无欺的不二价，专业为您打造一个神秘又可怕的过往。虽然服务是真的不错，也独特，但这价钱太贵了些，这还有便宜的吗？姓名唐英，身份校长，所剩寿命18小时，个人资产300元，推荐服务99元套餐，送葬199元，特殊送葬。居然触发了199元的特殊送葬服务，
也就是系统分析之后的结果，它配得上一曲《百鸟朝凤》。我们现在有一款较为特殊的送葬服务，如果您愿意支付给我199元，我会在你的葬礼之上用唢呐吹奏一曲《百鸟朝凤》。也不知道他对这个唢呐曲艺怎么样，要是给我退了，那我就亏大了。百鸟朝凤。是的。如果您觉得不够神秘，也可以选购我们99元的套餐。我会在您的葬礼之上身穿黑色西服，戴着黑色墨镜和耳机，无论任何天气，撑起一把黑伞，默默观望人群。你说的百鸟朝凤可是真的？当然，我们是专业的。好，就选百鸟朝凤。唐英艰难地掏出2张100元，递给了苏晨。请您填写一下您的信息，还有葬礼举办的地点。祝您享受服务愉快。丁，宿主开启首单特殊送葬服务。服务项目199元，唢呐送葬百鸟朝凤，接受特殊送葬服务，目标地点偏远，请注意提前安排行程。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本该灿烂一生的年轻人，却毅然决然地进入大山，苦苦执教几10年，把大山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带出深山。你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随时都会有危险，确定要坚持出院吗？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就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了。一旁的小年茫然地睁着眼睛，只是听说到要出院，他立刻眨巴眼，充满期待。对于孩子来说，还不能理解两人之间的对话意思，天真的以为出院就代表病要痊愈了。本来早就能治理好的病，你吃一直。不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但出院吧，外面的世界很广阔，你要好好学习，走出山里。好，我一定会努力的。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两人总算是回到了山村学校。小年回去了，唐英则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校长办公室，他的面色更加惨白了几分，咳嗽也越加的剧烈。这里的条件远比我想的更为艰苦，真不知道校长是怎么挺过整整18年的。听说唐校刚来这里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个学校，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没有学上，全靠他一个人上山下村筹措募款，硬是拉起了这座学校。我们现在的条件已经比校长当初好太多了。我真不想待在这里了，环境差，条件苦，设施缺，就连那些家长都觉得不需要我们。说实话，我觉得校长就是自己感动自己罢了。最令我感到心寒的就是，你看那些走出去的孩子，可有一个回来帮忙的。你这话就专属挑刺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各自追求各自的梦想，这才是我们的梦想和希望。校长回来了。唐校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记得医生说是要好好休养半年啊，你是不是又没听医生的话？唐校长，您还是要好好养身子，没有什么比您的身体更重要。我没事，这一去医院就是半个月，我一直担心孩子们最近都怎么样。您放心，有我跟小爱在，孩子们都挺好的。还有，关于我们学校新一批孩子的高考经费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前天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跟我说还缺一些钱吗？怎么解决了？是，就在昨天我们突然收到了来自县里慈善机构捐助的300万元，不仅把这笔经费问题给解决了，而且对学校的各项的开支都缓解了很大的压力。好，那就好，心里这块石头总是落地了。校长，唐校长，醒醒啊，快送医院。你们应该了解患者的情况吧？本来就是晚期，再加上过度劳累和情绪突变，病人现在陷入了重度昏迷。重度昏迷还能醒过来吗？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晚期？他已经是癌晚期了，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两人皆是目瞪口呆。啪嗒，小爱的泪水瞬间不受控制地砸落在医院的楼道地板上，声音格外沉闷。这个按照病人的情况，如今陷入重症昏迷，在很大几率上是醒不过来了。我们这边的建议是提前联系家人和朋友吧。唐校长原本有个姐姐，可惜就在去年，他的姐姐离开人世了。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这个患者没有亲人，没有家。这时，忽然有一道沧桑的声音响起：“谁说没有的？我就是唐校长的亲人。”白爷爷，您怎么来了？还有我也是唐校长的亲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小林和小爱的泪水开始在眼里闪烁。紧接着，一道又一道的身影从楼梯口出现，大多都是老人跟孩子们，他们都是华裔镇的人。
18年前，唐校长为我们华义镇的娃娃们选择扎根在了这里。娃娃们没有钱上，他就自掏腰包筹措钱财，哪怕是挨家挨户的敲门，受尽白眼的去乞讨，他都要让娃娃们能有学上。我们华义镇的人不是冰冷的石头，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了。是啊，校长这些年来对我们的帮助，我们都记在了心里，一刻也不敢忘啊。18年前，唐校长为了我们华义镇扎根在这，18年后，我们华义镇的亲人也绝不能亏待他。要说亲人，我们华义镇的每个人都是唐校长的亲人，华义镇就是唐校长的家。他要是在这里走了，就由我们为他送行。苏氏送葬公司特殊送葬的任务开启了，对应的任务商店也随之开启了，可以在其中进行兑换任务用品。一杆品质卓越的唢呐特殊呼吸法国风公式级别气场古风男士素衣无疑，这又是专属的任务套装，苏晨直接全部兑换了下。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怎么这么多人？我姨妈在哪呢？在 ICU， 现在处于重度昏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什么？你怎么没跟我说她都进 ICU 了？医疗费要花不少钱吧？怎么不早说这事？我们可没钱啊。唐校长住院的钱，大家伙已经筹款结算了，不用担心会花你们的钱。呵呵，别误会，我倒也不是舍不得这钱，主要是担心姨妈受罪嘛。这里的 ICU 可没我们城里的好，早知道这样，我就带着姨妈去省城医院看病呢。孕苦啊，我的亲姨妈啊，都怪我平时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看您。我这2个娃娃您都还没见上过一面呢，可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走了。来，子佑、子敏，快给老爷磕个头，说不定老爷听到你俩的声音还能醒过来呢。之前还尖酸刻薄，现在竟然这么自责诚恳，我们是不是错怪这个女人了？姨妈哎，孩子叫您呐，您快醒醒啊，睁睁眼看看孩子们啊。意识模糊的唐英脑海中也随之浮现出过往的回忆。这么多年来，唐校长前来支教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些年来多少人都知难而退，唯独唐英坚守在此，送孩子们离开大山，走向更为宽阔的天地，让穷苦孩子看到希望，让穷困的地区变得更少，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漫长的一生，如今回忆起来却是这般短暂。生是哭着来的，死就笑着走吧。患者已经没有呼吸了。姨妈，身旁还在跪着的2个孩子则是盯着他们的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趴在这个病床前哭，而且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妈妈哭起来没有眼泪呢？节哀顺变。全场就娟儿的哭喊声最大，她丈夫却是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听着她哭喊，还是没忍住上前问了句：姨妈有留下遗嘱没有？没有，还是早些准备后事吧。对，准备后事。姨妈在这边就一直是孤身一人，既然姨妈走了，我又是姨妈唯一的亲人，那么她的遗物也应该是由我来代为保管，遗产什么的请交给我吧。我记得我姨妈是个校长对吧？能带我去她的学校看看吗？果然没看错她。你应该是我姨妈学校的老师吧？能带我去收拾一下姨妈的遗物吗？可以。那就是唐校长的课桌。好，我知道了，我收拾一下姨妈的遗物，很快就好。好家伙，快看，1万块现金！我说什么？我姨妈可是当校长的，手里能没有一点油水吗？你还不愿意来，这下你就偷着乐吧。行了，看你那不争气的样，赶紧找其他的地方，说不定还有藏钱的地。苏氏送葬公司早已经准备好的苏晨也是收到了系统的提示，第2个送葬任务的唐英已经离世了，心中莫名也随之沉重了一些。怎么连一张银行卡都没有？姨妈把她的钱都藏在哪了？你看看这穷地方，连校长办公室都这么寒酸，8成他是校长也没啥钱。
拿这1万就算不错了。你懂个屁！姨妈手下管着那么多学生，用你那猪脑袋仔细想想，能没钱？我可是听你三姨家的二女儿说了，他们那边随随便便一个几百人的补习班老师，那收入都相当可观呢。你再想想，姨妈这管着上千号学生呢，随便置办个啥东西，不能捞点油水出来？是啊，肯定是有钱的。那我再仔细找找。说你笨，还真就不动脑子了。走吧，钱肯定不在这，谁能把钱放在人多眼杂的地方？先把姨妈的葬礼应付过去，回头去她住的地方，我们再仔细找找。反正啊，我这姨妈也没有什么亲人，她这遗产逃不出我手心。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要火化尸体？入乡随俗，华义镇这边都是土葬，老乡们已经前去帮忙拉棺材了，还要麻烦你前去请个唢呐匠。请个唢呐匠？这请唢呐匠，我记得可是要花不少钱吧？是啊，依我看，这葬礼抓紧安排就行了，哪来这么多规矩？你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纯粹是无理取闹，什么都不想管，好意思一口一个姨妈。既然你们不愿意去请，乡亲们一起凑出来的8台唢呐钱，我这就给他们还回去。哎，算了算了，既然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想来姨妈也是愿意销售的，我就受累去请唢呐匠。现在视频剧情制作难度较大，制作经费有限，望兄弟们多多包涵，多多支持。点击左下角即可观看后续内容，高燃后续，快冲快冲！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死得有排面，竟然请来了100名黑道大佬和100辆老红旗组成的车队，并从中走出一名神秘老者，白发白须，庄重威严。黑道大佬在老者的示意下齐齐下跪，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老人之所以这样牛逼，全都是因为一条则广告，而这一则广告正是觉醒了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所发。只要价格到位，别说是区区几百名大佬，就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种顶流人物都能请来为你送行。8台唢呐，那可是大场面。我妈走的时候都没用到8台呢，又贵又麻烦的，花这么多钱，不是浪费吗？要不给她换成4台的算了，剩下的钱也别浪费，我们收着。哼，你这会倒是机灵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钱揣到了兜里。唢呐，无论喜事白事，主人家都要请个唢呐匠出来吹2段。唢呐匠在镇子上受到的礼遇极高。这地方可真不好再找，穷山恶水的，连路都没有像样一条。不懂得敲门，你这人上门的买卖还管敲不敲门？给你们活干就是好的，快叫你们李师傅出来接活。我就是，我们找的是你们李家班的李班主。对，我就是，你就是。那好，我打听一下你们这出货8台的价钱多少？不接活了，有必要吗？不就是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吗？行了，这10里8乡的就这么一家班，现在是我们求着人家，你再去敲门就行了。好，我的错，我认了。随后又走出门，敲了敲门，这才走了进来。好，我的错，我认了。门我也敲了，我俩请的活，你能给出吗？不出。你他妈耍我！我一没让你道歉，二没答应你出活，怎么就叫做我耍你了？好歹我们也是顾客，有你们这么做生意买卖的吗？照顾你们生意就是这样的服务态度。你看你这人就是欠揍。这时，忽然从屋内走出几个大汉，都是李家班的人，体型魁梧的很。别给脸不要脸，滚！总将恶水除刁民，你们给我等住！几个徒弟围了上来帮忙，看到案桌上摆放着的那8件，众人立刻明白了什么。8台，镇子里很久都没有出过8台的活了。师傅，这是哪家的活？竟然要出8台的啊！医院那边传来的消息啊，唐校长走了。是我们镇上学校的那个唐校长。这8台就是给唐校长准备的，可惜了，当年我没能学会那曲百鸟朝凤，不然唐校长是配得上的。明天给学校的唐校长送行，就吹8台的悲山调，都检查好自己吃饭的家伙，明早8点半在门口集合，没什么事都回吧。待得众人散了，李洪正目光复杂的拿起了唢呐，回忆起当年唐校长半开玩笑的对自己问了句：在我葬礼上，你能吹一曲百鸟朝凤不？对不起。什么？守灵要整整1夜？
那破旧的学校居然要我在那边守一晚上。孝子贤孙守灵堂是规矩，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也需要有人端茶递烟和烧水，这是礼节。既然你们是唐校长最亲的人，灵堂是一定要去的，除非你们不是他的亲人，现在就能走，我们也绝不会拦你。嗨，您误会了不是，我一定去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您放心，今晚我披麻戴孝为姨妈守灵。你还真去啊？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我能不去吗？守灵就是尽孝心，容不得含糊，没什么事情就早点过去准备吧。哎，唐校长的事情我们也通知那些外面的娃娃们了，希望他们明天能赶得上吧。现在视频剧情制作难度较大，制作经费有限，望兄弟们多多包涵，多多支持。点击左下角即可观看后续内容，高燃后续，快冲快冲！无论你想在世界上留下堪称传奇的故事，还是想要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令人怀疑你生前的大佬身份，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这一切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而这只大手正是觉醒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苏晨穿着素衣，携唢呐上山，至唐校长灵堂。灵堂设于山腰废弃学校，引来众多吊唁者，有学生、居民及临镇人，手提鲜花，环绕唐校长遗照，磕头致敬。唐校长事迹传开，他不畏艰难，奔波劝学，终建镇学校，让贫困孩子得以读书，被誉为唐妈妈。乡亲一难掩悲痛，场面压抑沉重，整个华义镇几乎倾巢而出，缅怀唐校长。大家筹钱让你前去请唢呐，你这个时候跟我说没请到，葬礼这么大的事情，你难道当作是儿戏吗？你以为是我不想啊？你是没见到那里班主盛气凌人的模样，要不然你也会。李家班唢呐道。李师傅来了。李家班的班主李洪正就不知这次李家班是几台。李家班在这十里八乡也是有名的班子，谁家有事能够请到他们出场，都算是极为不容易的。叔，这唢呐为啥分几台？几台的？唢呐这几台也是有讲究的，非4即是8，人活着就是4台往8台大轿，人死了就是4台往8台唢呐。原来如此。4台怎么是4台？4台作揖行礼，8台孝子跪迎。刚刚这女子作揖行礼，看来请的就是4台了。李班主亲自吹的4台，也算是不错了。灵堂内看着眼前这一幕，只有4台唢呐，小爱的泪水一下就流了出来，一时间不知是愤怒还是委屈。不过很快，众人的眼神皆是一变。8台竟然是8台，这才配得上德高望重的唐校长。背山调奏。话音刚落，一道沉重的鼓声猛地在人们耳边奏响，而后唢呐、笛子、二胡、笙，一共8种乐器声音齐奏，8台唢呐开道，阎王小鬼也胆寒。随后李家班的吹奏停了下来，李洪正看着唐校长的遗像，深深地叹了口气，百鸟朝凤终究是个遗憾。那是谁？怎么走上迎接乐师的路了？难道是哪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不对劲啊！你看他手中拿着的是什么？黑柄乌金唢呐。难道这个年轻人也是个唢呐匠？唢呐都是4台和8台的，哪有自己一个人拿着唢呐走上场的？你是什么人？百鸟朝凤是一首大哀的曲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曲子，只有德高望重的死者才配享用。你真的会百鸟朝凤？10余载的穷困潦倒，10余载的言传身教，这些年来，唐校长为华义镇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我答应过他，用百鸟朝凤为他送行。唐校长配得上这首曲子。就连我在国家剧院辞职的，都不会失传许久的百鸟朝凤，他怎么会？哎，死者为大，没人敢在灵前开玩笑。无论你是何身份，即使要吹奏百鸟朝凤，我敬着你。孝子孝女大知，行皆是礼。8台唢呐开道，吹奏一曲百鸟朝凤，此曲为最高迎师礼，4台作揖，8台跪拜，百鸟朝凤宾客皆行3叩礼。众人顿悟，苏晨将奏失传之曲。老者激动站起，紧盯苏晨，年轻人亦满怀期待，生怕错过这传说中的曲子。今日百鸟朝凤终再现，百鸟朝凤敬送王然，唢呐一响，百鸟为王。
现在视频剧情制作难度较大，制作经费有限，望兄弟们多多包涵，多多支持。点击左下角即可观看后续内容，高燃后续，快冲快冲！无论你想在世界上留下堪称传奇的故事，还是想要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令人怀疑你生前的大佬身份，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就连国家失传许久的百鸟朝凤都信手拈来。而这只大手正是觉醒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百鸟朝凤，这才是真的百鸟朝凤啊！这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不，李班主就是大师，可这个年轻人的气场和造诣远在李班主之上，难道是博越宗师级别的存在？唐校长不简单呐！大师留步，我是华义镇的唢呐匠李洪正，冒昧问大师一句，您是何人？我是来为唐校长送行的。大师，我能学习你的百鸟朝凤吗？看你有如此精信。这是曲谱。百鸟朝凤是一首大哀的曲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曲子，只有德高望重的死者才配享用。大师，很快葬礼结束，娟儿掏出了之前镇子里人筹措的8台唢呐的钱，要塞给李家班。别，真想感谢的话，就把这笔钱捐给学校吧，那是唐校长一辈子的心血。唐校长走了，我们也不能懈怠啊，一起打扫下办公室吧。还是跟以前一样，我扫地，你擦桌子。小爱有气无力的点头答应。很快，在擦拭唐校长办公桌的时候，随着小爱拉开抽屉，面色顿时一变。有些皱巴的1万块钱，还有那8台的唢呐钱，此刻正安静的躺在抽屉里。另一边，苏晨回到了公司，系统的评级声音响起。丁，首单特殊送葬完美完成，获100倍收益2万元及特殊抽奖，辅助签单开启，奖励已入账。系统开启辅助签单，定制专属合同及文件，宿主可自选目标客户发送广告短信。好家伙，连专属的定制服务合同都有了，甚至连法律公证也一并存在，现在还用不上。服务目标都选择了相信自己，仅仅是口头约定便完成了订单。系统开始抽奖，强制全平台葬礼直播机会1次，传送任意地点1次，某个行业大佬的1次承诺机会，拥有腾讯集团50%股权。卧槽，50股权，可惜我只有1次抽取机会，开抽。卧槽，要发了。丁，恭喜你抽取到特殊奖励，全平台葬礼直播机会1次。我操！本奖励使用之时将会强制将直播葬礼画面发送到各个平台之上。草你妈的，狗系统真讨人心疼。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手持拐杖，艰难地走在街道上。老人聂玉刚，退休工人，曾收养弃婴，孩子成长有成，却欲寻亲生父母，两人争执。聂老查出癌症晚期，自认将成孩子累赘，便放弃了治疗，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或许自己死了之后，孩子也能够毫无阻碍地去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一声不甘，面容苦涩，抬头，公司之外挂着的招牌字体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打造神秘又可怕的过往。老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老先生，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专业服务项目，种类繁多，价格实惠，包你满意。老先生，您别看我们公司这么简陋，但是服务绝对专业、特殊又神秘。老先生，您可以看这款项目服务，如果你肯支付我1万块，我会安排一辆黑色的迈巴赫以及100名黑衣人出现在您的葬礼之上。一名满目沧桑、身穿中山装的老人从车上走下，朝着您的墓碑深深鞠躬，并献上一朵花束，庄严离开。我操！聂玉顿时有些震惊，现在的葬礼都能做到这样的服务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签订合同。哈哈，签订合同就没意思了。来，小伙子，我给你转账。请您填写一下您的信息，还有葬礼举办的地点。整个过程之中异常顺利。第3个订单成交，苏晨总算是松了口气，不容易啊，能将1万元的项目交易成功。如果能够将这项订单评级达到完美，到时候的100倍增幅可就太舒服了，1万直接变成100万。现在视频剧情制作难度较大，制作经费有限，望兄弟们多多包涵，多多支持。点击左下角即可观看后续内容，高燃后续，快冲快冲！无论你想在世界上留下堪称传奇的故事，还是想要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令人怀疑你生前的大佬身份，让出席你葬礼的人都怀疑你有一个神秘的过往。这一切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而这只大手正是觉醒神级送葬系统的苏晨。
喂，臭小子，这2天去哪忙了？店门都不开。我的姐，我正忙着给您赚房租呢。呵呵，看来生意不错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能够被你邀请一起前往瓶庄公墓一趟呢？瓶庄公墓？怎么好好的想进去瓶庄公墓？你出什么事了？你个臭小子，看着我出事啊！亏你还是送葬的，难道连瓶庄公墓的事情都不知道吗？这2天在外地忙，瓶庄公墓出什么事情了？怪不得你这2天不在，原来去外地了。网络上这件事情都已经火了，昨天被曝光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之前网上流行的一篇热文，平凡县城的伟大人物庆阳县的楚大爷去世之前，将300万拆迁款全部捐赠。知道，就是那个楚大爷，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一个老兵。哎，你不是不知道吗？猜得准，但你不知他背后故事。老兵报社记者暗访发现，这位老英雄抗战时受伤100余处，参加近1000场战役，获1等战功及20多枚勋章，都藏在小盒子里，儿女都不知情。老英雄低调一生，临终选普通公墓，当时就给我看哭了。今天墓前烈士陵园，陪我去瓶庄公墓致敬吧。行吧，现在没什么顾客，我就去看看吧。苏晨上姐的车。楚国忠的事迹被曝光后，他的英雄身份不再隐藏，吸引了数千人自发前来瞻仰这位大英雄，包括远道而来的各省市人们。处理墓地迁移的负责人向众人宣布了楚国忠的战斗英雄身份。经过多方认证，我们已经确认在此埋葬的楚国忠同志是一位战斗英雄。他的抗战历程曾参与战役1045场，拥有3等功勋章1枚，2等功勋章是2枚，战功赫赫。且在英雄离世之前，将所有财产全部捐助贫困学校，帮助无数贫困孩子拥有了上学的机会。英雄想要低调，但我们不该忘记，现将英雄楚国忠之墓应为烈士陵园。另一边，聂玉刚拖着疲惫身躯回到空荡荡的房间，墙上挂满了他与儿子的照片，记录了岁月流转。这些照片像重重大山，压得他心头沉闷。犹豫片刻后，他拿起座机拨打儿子单位的电话，因之前争吵，手机号被儿子拉黑，只能通过单位电话联系，且还不一定能通上话。半个月了，还是得老子主动联系他。这个逆子连老子电话也不接了。哈哈，这不是老聂吗？今天去医院检查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兴趣跟我盘杀2局？老王推开门进入客厅，笑对老聂，手里拿着一盒象棋。两人是前常友，老王爱炫耀学历，常找老聂比试，却在象棋上屡败。今天他又来找老聂复仇，一起解闷。好，来2盘。你还没回答我呢，医院检查的怎么样？被你说中了，就是癌变，活不了了。你……老王手颤，难以置信地看着老聂，想说话却哽咽。他曾开玩笑让老聂去检查，不料竟成真。平时乐观的老王，此刻笑不出来了。生死有命，富贵看淡。来，趁着我还能动，抓紧多来2盘。一边是养父的时间所剩无几，一边是祖国期盼的2弹一星，你该如何选择？为保密，谎称寻父实则隐姓埋名，而养父悲愤交加时日已不多，独自离开未体面，便寻求到了苏城，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现在就给那杨子打个电话，把你得病的消息告诉他。如果他不回来，就当从来都没有过他这个儿子。你放心，他要是不肯回来，我就让我那儿子给你养老送终。我就不信什么破工作，拼的能比他爸的命还重要。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咋是个空号？你是不是一直都打错了？没有，肯定没有。半个月前还有通话记录呢。
现在怎么就成空号了？这样的儿子养着有什么用？前几年还高兴他上了农国科研单位呢，现在看来上啥单位都不好使。你看我那大专出来的儿子，虽然没上了什么好单位吧，可就是冲着亲生的，我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打骂几十年，没你这么金贵的养那个聂云，可这孝心做不了价。你看每天都给我公公顺顺的，再看看你。此刻，龙国的戈壁滩上，一道强大的肉眼可及的冲击波瞬间覆盖了上下，恐怖的冲击力将整个天地都晃得颤抖。数千里之外，一群身穿隔离服的研究人员正拿着各色的装备，面色惊喜地看着远方的爆炸效果。2次冲击波的威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看来超人双波弹的果然是如此。第1250次实验终于是实现了第2波弹的连发效果，立刻通知上级同步实验的研究成果。是。你们辛苦了，刘老。如果苏晨在场的话，一定能够认出来，这位老者就是参加楚国中葬礼的那位刘老，刘鸿飞。聂所长，听说研究成功了。报告领导，关于新型锐道超原双波弹的项目，在经过我们研究所进行了1250次实验之后，终于研发成功，随时都可以投入军事工程之中，守护龙国。好，有了这个长枪大炮，我们才能有跟别人平等交流的机会，才能不被挨打。他们能够研究出这样强大的武器，为何我龙国不可？外国人能搞的，难道我们龙国人就不能吗？如今短短3年的时间，你们给了我和龙国乃至整个世界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他们能够自主研发出来的东西，我们龙国更能。很快，刘老在聂星的注视之下，缓缓离开了会议现场。这时，忽然有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聂所长，你的电话。”聂星急赴单位联络站，通讯设备严控保密，关键实验期，手机通话全取消，仅联络站可接听，且需士兵监控。他面露焦虑，知道自己父亲的脾气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抱歉，聂所长，电话已经被挂断了。聂星呆立通讯站，脑中慌乱。他提及了老头的禁忌，深知这会惹怒老头。初中时因此事，老头唯一一次动手打了他，他只得道歉发誓才会原谅。金逼不得已以此为由回绝，本打算是必就解释道歉，不料老头竟主动来电，何时能让这心中的刺不再重要？另一边，老聂的病情恶化严重，晚上的时候被老王发现他在家中昏迷了过去，于是连忙送到了医院。星子还没回来，他爸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可咋整啊？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我还说要帮他照看着聂叔。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提他做什么？老子告诉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他，提一次，老子就打你一次。现在视频剧情制作难度较大，制作经费有限，望兄弟们多多包涵，多多支持。点击左下角即可观看后续内容，高燃后续，快冲快冲！一边是养父的时间所剩无几，一边是祖国期盼的两弹一星，你该如何选择？为保密，谎称寻父实则隐姓埋名，而养父悲愤交加，时日已不多，独自离开未体面，便寻求到了苏晨，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聂所长，医院那边来的电话，你爸被下病危通知书了。聂星知道八成是自己为了事业，老父亲被气的。我是聂星。好啊，你个龟孙，老子还以为你不敢出现了呢。亏老聂把你养活这么大，你就是这样报恩的吗？老子告诉你，我可不惯着你。王叔，我爹现在怎么样了？别叫我叔，老子可受不起。老聂被查出癌症整整1年了，恶化的这么厉害，身边没有一个人陪护着。倒是你孝顺的很啊，竟然跟他说你要去寻找你亲生父母，你个没良心的，你真说得出口？要不是我今晚感觉不对劲，过去看了一眼，老聂现在就已经没了。他在昏迷的时候还一直叫你的名字。聂星强忍着心如刀绞的疼，一步哽咽。祖国事业在忙，抽不出身去看望父亲，这是原则。不知道怎么跟老王叔解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聂姓啊，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就回来一趟吧。
回来看老聂最后一面，让他走也走得安心一点，行吗？王叔，我……你这什么手机呀？这么厉害？我这是新款华为 Mate 70，这个鸿蒙 AI 功能相当强大，传个照片轻轻松松。这个很贵吧？不花钱，这是我左下角游戏专门送给粉丝的新年福利。新款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都有，不少粉丝都领到了，你也可以去领一台。免费吗？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也领了一台。具体怎么领啊？你认准我左下角新链接，点击进入下载注册完就能参与领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的活动了，人人都有机会领，早领早享受。还真有，我这就领一台。回去吧，见你父亲最后一面。现在可以回去，不过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特殊，即便是回去之后，也不能泄露任何信息，明白吗？是，我辈行天机不可泄露之事，做隐姓埋名之人。恭喜达到等级，请确认收货地址，我们将尽快送达。刚刚在你左下角完成任务，填完地址，这么快就发货了？我左下角是我严格把关过的，没有任何套路和特殊门槛，领完还能包邮到家。可以呀，我就坐等收货了。说得好，你们为国家做了贡献，守护了我们，这是永远无法忘记和磨灭的事实。一边是养父的时间所剩无几，一边是祖国期盼的两弹一星，你该如何选择？为保密，谎称寻父实则隐姓埋名，而养父悲愤交加，时日已不多，独自离开未体面，便寻求到了苏城，打造一段神秘而又非凡的过往。老聂啊，老聂，怎么就养了个白眼狼？你这还念叨他名字，他却连最后一面……哎，也罢，老子陪你走完这最后一程。爸，你放心，聂叔要是撒手了，就让我给他披麻戴孝，为他送行。好，好，亏得一个有良心，老聂这辈子没白活。不好了，病人开始抽搐了，直接推进手术室，叫主治医生。这些医生到底行不行？怎么又把老聂送去手术室了？爸，你别着急啊。院长，给我查一下这层哪个是聂玉刚，聂老先生的病房。你这什么手机呀？我这是新款华为 Mate 70，这个鸿蒙 AI 功能相当强大，传个照片轻轻松松。这么厉害，这个很贵吧？不花钱，这是我左下角游戏专门送给粉丝的新年福利。新款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都有，不少粉丝都领到了，你也可以去领一台。免费吗？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也领了一台。具体怎么领啊？你认准我左下角新链接，点击进入下载注册完就能参与领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的活动，人人都有机会领，早领早享受。还真有，我这就领一台。院长，那位聂老先生刚刚被送进手术室。把聂老先生的病历和所有记录立刻整理好，拿到手术观察室，我们进行一个专家会诊。恭喜达到等级，请确认收货地址。刚刚在你左下角完成任务，填完地址，这么快就发货了？我左下角是我严格把关过的，没有任何套路和特殊门槛，领完还能包邮到家。可以呀，我就坐等收货了。好，这些专家随院长进入手术观察室，吸引众人目光。何人能拒此多专家于县城医院？爸，你快看那些人，咋了？为啥会有这么多专家来给聂叔会诊啊？老王不明所以，越是这样，他越是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你们也看到专家都亲自来联合会诊了。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延长病人的时间，但恐怕也活不过今天。哎，生死有命，专家来了也留不住啊。你们是聂老先生的亲属吗？不是。他哪有亲属？我们是他邻居。